做了50年豆腐的老师傅，看看这些年都是如何做豆腐的。那时候50年前有豆腐吃，得是一种啥感觉啊？那时候才1毛多钱斤豆腐，那时候用豆子换的多吧？那时候都让吊杆子换，那豆子也便宜，30毛钱斤儿。那时候是豆腐是主菜。那时候豆腐是主菜，就跟现在肉一样。啊，那时候走亲戚，哪里有少还都得吃饭走。那亲戚来了都得买点豆腐。哦，那是主菜，有事有人的，找人帮忙的，管饭。那豆腐是主菜。头5、6、7年的，我想想，闻豆腐，我这是闻的啥这是？我那时候还些奇怪，闻是铁锅叉的不？是铁锅叉的都要，不是铁锅叉的都不吃。那才那个进超市里卖豆腐，就那段时间都闻了是吧？他都有老些闻。你打开包一闻，那都不一样味儿。没啥，我小时候那还没做豆腐的，弄这个老婆做豆腐，一天小孩在围着烙这个白吃，没啥吃那个。是先有的石膏还是先有的卤肥？开始都是卤肥，没啥那个卤肥跟个人那个淋的是那个卤肥，没了生的石膏，生石膏的豆腐没那苦。你看，现在开始点豆腐。
嘛。哎呀！老火了呀！谢谢。多长时间？压2个小时。压去了100。在中国的乡村，豆腐不仅是一种美味，更是一种融入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。无论是热气腾腾的豆腐脑，还是滑嫩鲜香的水豆腐，每一口都带着家乡的味道。然而，这看似普通的豆腐，其实凝聚着无数豆腐匠人辛勤的汗水与对手艺的执着。要制作一块优质的豆腐，绝不是简单的事情。豆腐匠们往往在凌晨天未亮时就开始忙碌。第一步是挑选上好的黄豆。这些豆子要颗粒饱满，无霉无杂质，才能确保豆腐的口感和品质。黄豆洗净后浸泡数小时，让它们吸足水分，变得饱满柔软。这个过程看似平凡，但时间的掌控极为重要，稍微长或短都会影响最终的出品。接着，豆腐匠开始磨豆，这是一项考验体力和耐心的活儿。传统的石磨被缓缓推动，磨盘之间发出低沉的声响，豆子在石磨中被碾碎，慢慢化为浓稠的豆浆。磨豆的过程不能图快，每一次转动都需要匀速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豆浆的细腻程度。磨好的豆浆需要过滤，将豆渣与豆浆分离。匠人用一块洁白的纱布反复挤压，将浓郁的豆浆从纱布中压榨出来。这双手多半布满老茧，常年与热豆浆打交道，即使被烫红，也早已习以为常。接下来是制作豆腐最关键的一步——点浆。点浆的时机与手法是豆腐制作的灵魂，决定了豆腐的口感与质地。匠人会将煮沸的豆浆慢慢降温，然后加入卤水或石膏，搅拌均匀。这时，豆浆开始凝结，形成嫩滑的豆花。这一刻就像见证一场化学的奇迹，液体开始凝固，逐渐成型。凝结好的豆花会被小心翼翼地装入铺好纱布的木框中，再用重物压榨，将多余的水分排出。压制的时间与力度同样需要精准把控，太久则豆腐干硬，太短则过于松散。重物一点点下压，豆腐匠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，生怕出现差池。当木框打开，一块白嫩的豆腐呈现在眼前，它的表面光滑细腻，带着一股天然的豆香，仿佛还带着清晨的露水。此时的豆腐不仅仅是一种食材，更是匠人无数次反复实践的结晶，是他们对传统技艺的执着坚守。或许你在餐桌上品尝豆腐时，很少会想到它背后的辛劳，但对于豆腐匠来说，这每一块豆腐都倾注了他们的时间与汗水。凌晨起早，摸黑忙活，重复着看似简单却不容有误的工序，只为了把这份自然与美味带到每个人的餐桌上。如今，机械化生产已经让手工豆腐的身影渐渐稀少，但那些仍在坚持的豆腐匠，守护的不仅是味道，还有一份传统的技艺与文化的延续。每一块手工豆腐都是一份与土地、与时间、与人心紧密连接的作品。当你下一次看到或品尝豆腐时，请记得，它不仅是一块普通的食物，更是匠人们用心浇灌出的艺术。向这些默默无闻的豆腐匠人致敬，他们的辛勤付出，让我们还能在舌尖感受到那份最纯粹的美好。